大家好，欢迎收看《男人中的男人，工业中的翘楚》，什么人都可以聊当兵之第3集啊！我们这一天在前面2集的时候反应之热烈，但是呢，好，下面就有人讲说，我甲你讲啊，你即马做兵的时阵吼，甲迄阮老的时阵做兵是无共款的。所以今天我们请了2位特别的老兵出来跟大家面对。我们先欢迎第一位老兵美丽本人。嗨，大家好，我是美丽本人。老兵个屁！你老兵个屁！你帽子脱下来说你几梯的？我就是你这个士官长了吧？我这是有遗传性秃头基因而已。我跟你，我们都连是的，你在那边屁话。好，没关系，这个无所谓。但是有真的老兵。在下面网友留言最喜欢呛我们，就是说，好，阮以前做兵的时阵吼，刚1年4个月笑死人，拜托的，无2年莫出来搞讲。我们今天请到一个真正的老兵中的老兵，我们欢迎水电爸爸。大家好，我过来呀！真的老兵呢，他是从国民政府那边一起对过来的吧？我要死我老的，这真的是老的，真的老的。你拿部队里面找一个老的，今天是老的。他就走出来。之前在前面第2集的时候有健保嘛？对。健保人家讲说，健保做4个月，4个月你这没升做兵。美丽你也是当1年对不对？1年。黄爸那个时候应该当2年对不对？1000公99天，很难算啊。1000公99天，你也当公。3年哦，也是正3天的。哦，你做3年哦。嘿，我才刚刚，怎么好？哦，黄妈为什么你那个时候当3年？迄时咱台湾欠兵所以拢爱做3天的。那是基本的吗？基本就是3天。迄阵是大家拢做3天，还是爱抽？有的人抽，因为阮爸讲，阮爸迄个时代。有人是做2年，有人做3年，也是抽抽就3年，淡薄考。对啊，尾啦，毋是考啦，拢约唔对啊。咱要做兵进前对，咱是袂烧香点火。对，爱去拜拜。好，去妈祖庙拜。我大家人嘛，我就去遐拜拜。你大家人？妈祖庙拜到我抽较好诶。大家嘛，大家嘛，真正有够香诶啦。是安怎？兴就3年。经着3年，迄无好吗？所以迄个时阵3年，其实阮制作人甲我讲，你们是普通的，像阮甲美丽其中乞丐兵，阮是陆军。因为迄个时阵，阮就想讲第3季，好，阮制作经费开始有啊，阮连开始买制服啊，阮就找着美丽迄个时阵做兵的制服。这不是制服，这明明就是睡衣。就是内衣。我是跟他说，我需要当兵的内衣。当兵的内衣。对，因为我怕我太肥哦。然后我们就说要找黄爸。对，黄爸的衣服很难找，年份太久远，我们跑了4间军用品店找不到。因为黄爸说当时你知道黄爸是什么军种吗？不是陆海空还是什么？海军陆战队。那你应该说红色的海流啊，请昂来口啊。所以拍起黄爸麻烦你腾点口。所以我们今天帮黄爸特别准备了海军陆战队之制服，1日陆战队终身掉眼泪。但是这红色听讲嘛，不是你早迄个时阵。不是，红色的，阮迄时无红的。黄爸麻烦。长条要紧无？要紧。赶快叫去吧，会嘎掉了，会嘎掉，你就 keep it raw， 他会剪掉，不然的话不会啦，没关系，到时候很难剪。黄爸一说没关系，他说没关系，我想要录，我想要看啊。这是超认真少年，不是麻豆传。我讲你听，咱就是做海陆啊，唔只安尼30-40天来，体格无啥变。看这，哎呀，就臭屁啊呢，就搓就用诶。黄爸今年几岁啊？我52年出，58岁。58岁这贴给真是，今天没办法用你看迄个二头肌够有光线不是，会不会是光比较亮？会不会这么单纯？你无看过今晚58岁正常人生吗？闭嘴！一姐，你看，闭嘴！你讲几年数？做哪一个？属瓜长你是咧？是不是？好夸张的身体哎！好，回来我们要讲当兵。是，好，我们那个时候当兵。所以黄爸那个时候。当是你抽签抽海陆的时候，就是3年了。对，那时候路易特已经没有了。没有路易特了。他3年剩下空军、对，海军陆战队。阮迄体拢总24支的3年的。24支才24支3年，啊，你24支的对不对？真正有咧兴哦，大家嘛有兴哦，大家嘛真有兴，大家嘛真有兴咧。黄爸，你干嘛地博啊？不要紧啊！你无法提起来，真的是亲有老诶。对，等下，但是为什么你当兵帽子可以反戴吗？当兵帽子为什么不能反戴？对，为什么可以反戴？我跟你讲，
真的当兵当久才知道帽子可以反戴。你有没有看炮测量？测量是哦，我测量兵，测量。你知道我们有下过基地的呢？你那个炮要打哪边？哦，是你看射击室，水平手，对，测量三方共体合成这里。啊，你要测量的时候怎么办？帽子反戴。啊，对，好啦，所以是帽子是真的可以反戴的。是，不好意思，我错了。我们现在正在下基地，你有没有看到时光老欸？真的是老欸，老欸两片，看你那个披萨棒。我那时候当政战兵，老欸那个举光作业部可不可以帮我们批一下？拜托，我们那个时候也是这样政战啊。先黄霸先啊，先黄霸先。好来，不要紧，黄霸是看你咧看啥。没事，因为每一个落基地拢无像啊，拢无像吗？嘿，拢都无像。3年落基地个落沙盖无？哎呀，超过啊！哎呦，老欸，拍谁？啊嘛，第一个329啊，迄个战绩比赛啊，329什么意思？军年节的时，咱每一个兵种拢总爱比赛，体能比赛。是。迄是用抽的，咱捌看过电影《中千人》，你捌听过无？我知迄个报告班长迄阵内底有演。迄个中千人，阮练的，我真正对。哇，大家嘛有演哦，是不是因为你的关系？歹势讲啦，较等下阮迄连上吼，甲抗议。你无败无输诶。所以迄个时阵，因为阮落基地的时阵，阮是几个赢。所以我们总共有4个连，然后我们4个连有比赛，有比说谁最好、最烂这样子。所以黄爸，你那个时候是你们是会不会还有旅啊？我旅队输波，师对抗哦，输过来团过来看赢。对抗的时，阮是3军联合作战演习。对陆海空这样子，陆海空拢有。所以我是较好，我咧通讯的啦。我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解释一下，因为我们在 YouTube 频道里面就是有分非常多种类型嘛，是有美丽这种嘻哈大嘻哈人，没有，就是讲垃圾话类型，垃圾话而已。然后我们这属于工业类型，但黄爸一直是我很尊重的对象，因为他是属于水电里面的那个历史记载人物，很多不见的水电技法，你在他频道水电爸爸的频道是可以看到的。我有时候东西不会修，我会看他那边东西要怎么弄。没办，继续看啊，一定有看机会啊，而且听他的频道有一个好处，可以练台语。可以练台语，他有超多奇怪的俚语，对，手艺，对啊，可以学习啊。因为我从开始工作的时候，我是北中南到处跑嘛，是，所以其实我学的就是有很多综合体。就也有到国外工作，有老外的有北部的有南部塞的有东部的所以我就是那种杂菜迷，你知道，拉这会，然后融合系的，对。那水电爸很酷，就是你可以从那个水电知识里面找到很多勾扎洗一点波浪也有的功法，再加上现代的技术，那种老师傅教，老外，你看他做啥年老师傅，真的老师。我想问，你讲你在当兵前你就已经在学水电了吗？无呢，我做兵前我是读机工科的，机工科，车前跑洗膜。较早咧读的时，阮基本电学阮就学啊。原来安培数啊、欧姆数啊，然后我在列条，我在修起来。我在这里聊天头好痛哦，这是什么物理课吗？但是安尼你做兵的时阵，你敢有民间专长，还是你海流啊迄个就无民间专长？有啊，就。像阮抽到的时吼，伫中心受训，中心受训掉的时，排长会甲阮讲嘛，你介意啥？你介意啥？你介意啥？你有啥物专长？我就有写机工的、木工的，重点我足爱听音乐，我就甲写爱听音乐。你写听音乐？迄个排长嘛足好心。即马咧经兵的时有2车，特勤的、37的嘛，37作战的，还有装甲的、炮兵拢有。装甲兵、炮兵。阮排长拄足好，即个赞，你去就对啊，听音乐的。听什么音乐？即马通讯尔。通讯。去甲通讯尔，佫较好算。一落去，别人一定咧受训啦。对。训练的，甲阮连长讲，你爱听音乐，我无毋对。来。这爆破哦，你去，我听一个，他们错死爆破。你爱听只蹦子，安尼我就看你爆破安尼。大家有甲你保庇啊？真正有保庇的。是讲奇怪爆破的咧，落去结果毋是啦，是爆物，毋是爆破啦。爆物是啥？什么叫爆物？
你拢毋捌听？我唔捌听，报雾是啥？拍者我是熊少年啊，我是少年。人咧远洋哦，远洋渔船，较早咱无手机啊，无卫星电话方便，就是爱靠电报，电报，电报滴滴答答滴滴答答，所以你也还摩斯密码？会啊。你现在还记得吗？记得啊，记得啊，从 A 开始啊。滴滴滴滴啊 B 就是滴滴滴安尼啊，就是滴滴滴跟嗲滴滴。OK，这个叫报电报务所。还要报什么？内容是什么？你要讲什么？内容它那个就是一般我们在抄是抄数字嘛，数字的话抄完了以后才会翻译。它还有一个译电，才知道说，就是当我们在当兵哦，像咱拿来战争的时候，有无？有一寡通信密语啊！哦，我想起来了，就是什么两性动两呼叫两性动两，然后31913191。到我们这一代已经是用呼的，他们那是用敲的。对，没有用敲的，用呼的都有。也有用呼的，都有。他敲的是为了怕呼的已经断讯了。啊，电信兵一定无好，电信兵拢去表示啊。因为咱若无通信，规个指挥部就拢倒啊。啊对啦。啊，所以去训练迄，我想好加载，我错一个，这个是爆破咧，报务手，就是较早远洋渔船拢会用安尼报，报讲因即马航程啦，坐标伫倒位啊，伊要开到倒位啊，目前倒位，伊拢听迄个电报就知影。那不是海军的吗？不，每一个军种拢有。你袂记得啊？海流啊呢？海流啊，什么意思？海流啊，海跟陆。OK， 海陆双栖。原来是双栖。所以黄爸，你迄时阵你就较无去抄着，比如讲什么实弹作战啊，什么实弹迄种诶，你就较无。迄含着步兵无像。哦，你甲步兵。但是。阮虽然是第一通信兵，尤其我顾电台，阮共款5000公尺拢爱走。哦，嘛是爱走5000。嘿，迄阵是走5000哦。5000，我是有3000，我3000。所以阮你看时啊，你啥甲真个吵。阮较早迄连长拢足标的。标什么？标很快哦，足用的。标悍。标哦。阮5000公尺。22分钟靠100分，走22分钟会转来，24分就60分。哦，用监测。无普通时啊，就安走啊。普通时啊，就爱记咯。普通时啊，你也走无转来，歹势进价呢。哇！给你放早上8点了。没有，再营休假。都不让你放啊。没有。迄天礼拜后你无勤务，就第迄个军的内底放。我应该即摆叫健保来跟你讲，迄时阵背迄个什么单兵作战也当放假。别人放过荣誉假，可能到退伍只有2-3次，我大概放了快10次吧。你们为什么怎么样可以拼荣誉假？就是你的单兵战斗训练，假设给你一张纸，那你明天要默背、默写这样出来，好无聊哦！你为什么背这些东西？那恁是透早走5000，早上跑5000，晚上跑5000，对啊。暗时啊，有当时我拢家己练啦。恁个家己练，阮咧家己练，因我像我咧顾电台，阮早时安尼走，当时体能也较歹，为着要放假，你也家己无去练，你走袂转啊。阮通信的时候，阮毋是干那走体能尔。对啊。阮的专业一定爱会，专业你考若无80分以上，再用休假。来，各位，我们今晚听到3年的通讯兵哦。来，我们先来听听看野战炮兵的军旅生活。好，各位，我当兵的时候算是非常轻松舒服啊。突然轻松舒服讲，如果各位刚转过来，这边还是超认真少年频道，超认真的频道哦。刚刚不是什么黄爸，那个不是黄爸自传，那个也不是黄爸，对，也不是地下卖药电台哦，他只是台语非常溜而已哦。好，黄爸刚刚讲完之后，我才发现，我凭什么坐在这里？但是野战的算是累的啦。其实野战的当1年的算是累的，只是今天黄爸坐在这里，我们都什么都不敢讲。请问你早上跑多少？我早上跑3000，有时候还不跑。为什么不跑？为什么不跑？因为我都要补休。为什么你要补休？因为我是政战兵。哦，你也是政战？对，你跟我一样也是政战兵。我是接政战的业务做。这送了。一点点啦。如果在你面前说不爽，好像也不太对。海流啊，在电台算足爽啊，听到恁2个愈爽。阮真正就是爱甲人关心啊，比如讲啊，你即摆是走个是忝的，你骹是毋是有受伤啊？我看阮的政战的拢安尼呢，为着关心放家己的假，
今仔你若受伤，小可物件，我做正经，我来关心一下，我带你来用看。我去病院看。啊，去病院吼，你只等下，我先来洗卡过来找你。医生会当安尼啦。袂使安尼讲啊，我即摆袂使安，就是叫恁害的。谢谢前辈了。没有，我那个时候我记得我接政战兵的工作是我们连是没有政战官这个。你们没有政战官？对，我们没有辅导长，我们没有 PO 你们没有 PO 为什么？我们还是请那个其他连的排长。你在外岛当兵吗？我在那个杨梅。但是我听到没有辅导长的都是我们这种小岛的小岛才没有那时候好像是因为编制的关系，所以我们是其他炮排的排长先补这个辅导长的缺。所以你就是辅导长了。我那个时候是辅导兵，辅导长的兵啊，辅导长的兵，所以我是辅导兵，对，然后帮大家收举部。然后因为我们的那个辅导长，对，他其实是别排的测量官，他每天都要算东西，反戴帽子的测量官，对，他每天都已经在别排弄得很累，然后所以举光作业部那个时候大部分都是我在改的。哇，对，所以你就是地下炮我是地下辅导长，地下辅导长。但是你们那个时候你的炮是什么炮？你是野战炮是？我是野战炮是155还是1洞钩自走炮？我那个时候虽然我没有下到基地，但我有打到实弹射击，因为那时候联勇，然后我们去到营区，对，桃子岸，我们的杨梅那个时候好硬，这样，因为那个时候正逢红中球事件。对，在当那个时候，所以大家都会很怕事情，所以那一阵子超级硬，最硬的不是超级硬的意思是一直会被狂逼喝水。喝水3000cc， 喝水就是那一种。我以为他们会变得比较舒服，就大家比较不会那个。没有，就是战战兢兢，因为在杨梅就会长官去一直视察，一直督导。因为可能有些听众朋友不知道那个他美丽讲的红中球事件，就是因为那个时候有一个比较恶劣的士官长，然后好像就操兵把他操到脱水，然后最后就横纹肌溶解，对，就嗝屁，就走掉了。本身他也是很硬啊。本身很硬气啦，对，因为足硬气，你甲我抄我就做你看，就是像阮海流啊，常常拄着安尼。恁海流伊阵嘛，阮较早5000啦，走袂转啊，是双边甲你扣后壁佫挂塞。你若放倒落去，士官是用站的，用站的，真正是用站的啊。所以恁以前迄时阵的体罚是真的啊，甲你拍到真的是。学长会站吗？你走袂起来，当作你咧假啊，用站的啊。真正是站啊！你若要反抗不要紧啊，士官逐个来作标啊。看你是要顶高机，一对一的，来加，是或者是要几排，甲你加拢不要紧。但是我若是学生拢走袂了，我甲人顶高机做你拍输的啊。你就要练啊，练体能啊，你免想要放假啊。讲顶高机的意思是什么？单挑。单挑什么？可以挑体能，可以挑打架。你若认为你会赢我互你轻松不要紧。就是咧操兵的时阵，你认为你听拍赢我，我互你轻松。如果定钩去定拍13点的，送13支，没当然。以前那个当兵的时候，有些班长会很喜欢超人嘛，就是很喜欢超别人，就是要做100个俯卧撑，要做100个，然后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发起定钩机模式。你讲到这，我应该讲一个故事来，你讲，好听。阮即摆啦，中心落甲部队有无？阮有一个衔接教育。衔接教育的时候，营长在边啊，伊就讲，阮的老兵袂甲恁抄，阮会以阮家己做互恁看，大家拄啊来吼，互恁衔接一下，我无甲恁欺负哦。今仔福利挺身，我若做200个，恁甲做100个，我做100个，恁做50个。一半，一半尔嘛，恁听到足欢喜无？对，哇，好棒哦！这个老，做500，这个老兵足好，人足好，足好嘛吼，伊都会去在营地面头前随去200个，随去200个，那心中很在搞稳定的。他看起来不像一个人，他像一个蹦布他一直蹦布。也袂煞呢。即嘛200个做完的时候，讲来啊无莫甲你欺负，扶你挺身嘛。我做仰卧起坐，脚步蹲跳，脚步蹲跳。脚步蹲跳是艰苦的。袂啊，伊嘛是一跳200个。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当兵我最痛苦的就是交互蹲跳。我当兵没有交互蹲跳。为什么？我们那个时候没有。新训的时候，新训才有。新训的时候有仰卧起坐不？仰卧起坐。仰卧起，我们那时候是伏地挺身、仰卧起坐，跟招3000是体能建设是考这，我印象是考这3个。
还好啦。阮真正轻松诶。你走5000，推100个。无咧，阮这无算。阮若透早像伫中心透早起床边啊搬落去，枕头啦，有诶无拢上海边啊。我问一个问题，你以前迄时困睡袋还是困被子？被子啊，你是困被子？嘿，也是要做豆腐干的呢。嘛是豆腐干。迄个中心啦。中心，部队就无，部队就较无啊。部队阮的物件去总成带来，所以阮若困醒就是100个福利上先调，甲开始洗嘴洗面，甲准备点名。所以安尼说来到部队的部分啊，所以美丽的炮兵也是下部队下去的。我是炮兵才下去啊。我新训就是我补充一下，因为刚刚黄爸讲他的新训跟下部队，那我讲一下我的新训。讲个厉害的吓他。好，我那个超厉害，我在金6节，我告诉你，我去部队，正常大家不是都是1个礼拜才上大号吗？我隔天就上大号，超爽！我就告诉你啊，很顺啊，是不是很废？你顺畅吗？我就问你当兵的时候，我很顺畅啊，你也顺畅，我很顺畅。但是我们部队上有2个人，因为1个礼拜没大便，然后被抓去灌肠。对啊，这真的会有人超过啊，差不多拢3天啦。对啊，我过汤缸就晒咧滚啊！无人敢咧讲呢，嘛无人敢举手呢。你们那时候是多硬啊！我自己一直觉得就是能吃能拉就是福，所以我只要一有感觉，我说不好意思长官，想上大号，我就直接撤，就去了这样子。不行，你现在讲出7、8年级生，我们要讲出一个比当年3年海军陆战队还要更猛的事情。好。我那个时候，好来厉害！我高中的时候，凶的最凶的拿出来。我高中的时候有去担任过我们学校的军乐队，所以我会吹伸缩喇叭。那个时候在中心，他说：“有没有人会吹喇叭的？”我马上举手。但是我只会吹军歌，他就给我一张超难的谱，然后我就说：“这啥小，我吹不出来。”他马上看谱，马上对，马上看谱，马上试，然后我想。好，我放弃。他说没关系，你回去吧。然后我就开始进大抽，前面的人大部分都抽到什么海巡。海巡很开心啊！海巡抽到最后一个，中指通就是海巡。对，通哥。可是那时候你访我在听的时候，通哥说他很痛苦啊。通哥可能过得不开心，但是我听到了海巡通常都开心。通哥是我第一次听到海巡不开心的人。对，这也是我第一次听到。然后我那时候改抽到炮兵的时候，我那时候一开始觉得很不爽，但我还发现我下部队超爽。你知道美丽的炮兵，我也能聊上几句，因为我最后待的部队也是炮，就是也是155炮，但是我们是很外岛的很大的大炮。可是你们是我们要挖驻处，没有所有的炮都要挖，对，要牵引炮，所以你们是人拉的那个炮，人拉不动，所以是车推车子拉，我们是履带车，你们是履带车，那你们小一点，我们那个应该就是外岛算是蛮大的榴弹炮，然后所有的炮都有后坐力，所以得挖驻处，对，都要挖，然后那个炮打下去的时候，哇，惊天动地泣鬼神，真的会听到嘘嘘的声音，对不对？对，会嘘。黄爸，你那个时候当的时候，你还有遇到炮吗？我有看到，是对面打过来的炮。没有，是演习的啦。所以他真的国民政府那个时候已经退过来了啦。像阮咧过电台的时，是真正有拄到迄时民国70几年拄啊有一台米格49有无？安尼大陆伊飞来到咱台湾，你会很害怕了吧？迄摆我遐有判死罪。但是迄是无讲啦，袂使讲啦。演习你先控制，人咧讲的你怎么就是我们就加减记得我们会剪接这个故事好听，但是好不适合大家听。不过我们听，我非常喜欢各位啊，当你们在看当兵的这一集的时候，我呢还在欧洲出差呢。你以为当兵的时候就已经是很操了吗？我告诉你，不会。每天早餐先，晚餐先，这不过是日常而已。当兵最可怕的事情就是你的资讯不自由。我们在当兵的时候我们所有的资讯都被管得死死的，而且呢，你的前科都会被人家泄露。直到现在，我都已经退伍那么久了，难道我出国的时候上网还要被限制，还要被人家看死死的吗？当然不行。这时候世界各地你就可以需要我们的好帮手 Surfshark VPN， 它呢就像是网络世界里面的数位伪装术，它可以帮你建立加密隧道，隐藏你的 IP 位置，保护你的个人隐私。像现在我在机场跟咖啡厅的 WiFi 其实并没有很安全的。而且就算你在台湾，你想要跨区解锁更多 Netflix 影集解闷，或者是你想要避开价格的歧视，在线上购物，或者是抢先玩国外的限定版游戏，你都可以花只要不到1杯咖啡的钱 ，Surfshark 都能够帮你解除地域限制，让你轻松虚拟环游世界，一个账号搞定无限多的装置。现在你就可以点击我们的专属连结 surfshark.com/IMSERIOU， 记得没有 S， 或者使用我们的优惠码 IMSERIOU， 一样没有 S。就能够获得额外4个月的服务赶快点下去，
军中不自由，但是你的网络自由就交给 Shopshop。因为刚刚我们讲到那个洪仲丘案的时候，其实中间有一段时间是撤掉军法院的，一定是撤掉军法，阮以前有军法。对，因为他们那时候军法是很严重的。因为我以前当兵的时候，还有听老一辈的老属华弟在讲，就是你以前你比如说你逃兵，你是要被判军法院啊，判完被关哦，关完之后还是回来继续当。我们那个时候还是有军法，就是只要你的身份是军人，你就是啊，对，你跟的法律就不是一般国民的法律，六法全书的法律，你就是跟军法，就像所以晚上我们出去的时候，回家的时候不是要安全通报，对，然后晚上不能出去，因为晚上出去怕你去跟人家喝酒、吵架或酒驾。对，离营宣教的时候都会讲那些东西嘛，那个抓到全部都军法。你不觉得当兵有很多的招数啊？不是很多招数啦，很多很奇怪的事情，你其实犯的时候也不会怎么样，但是他真的要判你的时候，你会很严重。对，就好比说可大可小了，可大可真的可，因为你像是放假的时候，你忘记打电话啊，其实没什么事啊，其实没真的是忘记就忘记打电话嘛啊，其实安官就是帮你写一下，然后你怎么没打电话啊？你完蛋了啊！但是你如果真的要判刑的话，你是等于是逃兵的概念。对，你会被判逃兵，你脱离了部队掌控，然后他真的要把你判，你就是可以判的超级严重。对，就是这件事真的可大可小。我有一次真的忘记打电话，我就被禁驾。我是过了9点打电话，就是比较晚。对，我在规定时间内没有打，然后赶快想到，赶快半夜打说什么阿兵哥我在家。对，然后下一次放假就直接。他说你上次没有、那个、就不用放假。对，他说不然的话，我可以弄军法给你啊。你看现在我们光是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光是没放假，你看惊天地泣鬼神，完蛋。黄爸那个时候，黄爸不是啊，他们体能不过就不能放假，体能不过不能放假。对啊，你们放假还要打电话吗？我那是无行动电话方便啦。对啦，电话。啊，黄爸呢？我有一个问题，你落部队的时阵，你是抽去倒位？在临衡99师的。临衡99师林园啊，清水园、清水岩、高雄高雄清水高雄临衡清水岩，高雄林园的清水岩安尼我想要问一个，到即马做4个月做兵的少年仔，拢会烦恼的问题。请问黄爸，你迄时阵做兵的时阵，你敢有女朋友？有背，你有应该我问不掉。黄爸，你迄时阵你有几个女朋友？这讲这长的唔通用练骹撑呗？骹撑个无要紧啊，买200的所在啦。咱若便服穿的吼，咱会惊。若军服穿的吼，无啊，咱就较亏。这个我听无，你会当讲国语无？什么？对啊，这句我完全听不懂。什么便服穿？便服穿的什么意思？如果今天我们是穿一般的服装，看到小姐、美女，都不敢哇哇叫。对，军服一穿下去，看到80岁的阿婆还是一直叫。我真的假的？真的，果然人讲做兵3当，母猪赛貂蝉，这个只有黄爸能用哎。像我那时候在操的时候，军中里面刚好可能有1、2户刚好在军营附近。有80岁，大概60、70岁的阿伯，真正咧行过，大家都吹口哨，你小孩啊？不是，他们是在给人家情绪价值。你说些什么东西？他们在赞赏，在赞美。因为较早无像今嘛，什么做休啦。较早有当时啊，若你要兵营，可能1个月你较有通放个1天，或者是半天啦。有当时啊2个月较放一个，互你放一摆。伊迄个时代真的是连长要互你放假，你就放假，伊无想要互你放，管你什么黑假白假。那个连长不爽让你放就不爽让你放。哇，你辛苦了，我就直接跟你说，大哥辛苦了。实际就是安尼啊。所以大家若你要到兵营，是军车有当时我要打靶，是要演习啦，坐喺兵车顶啊，看到美女的大家好，真酷的，真喜欢。所以我迄个问题你也未甲我回答，你有被兵变吗？你迄个时阵敢有女朋友？阮迄时阵拢写笔友啦。笔友，先电话无方便，笔扣嘛还未来，就写笔友。阮迄时的笔友佫较好耍，咱即摆毋是拢网络啦、电脑就好啊。阮毋是呢，恁要看阮的笔友安怎交的，恁若要会着，我佫兼请你。敢讲迄个阿嬷80岁套等一下你要看吗？恁要看吗？可能你看无。书吗？什么书的那种笔友？在图书馆。没有，欧北下真正要着的。邮册什么的吧？邮册真笔友？邮册笔友是什么？不是邮册笔友，
咱即嘛是交友软体，对。啊，较早是一本册遐有迄个笔友，有写主记姓名。哦，你若是要甲我写笔友的人，我得登记在面顶的。嘿，顶有写的时候有印册出来。你说想交笔友的人上去登记这个本子有印出来。对，哎，就翻个资这样子给哦，以前的个资这样给的，那个地址呢？那个上面有地址呢。啊，姓名啊，姓名地址无电话啊。啊，所以你这边写下来了，你听我了，你可以找伊。无啊，你若写，大家感觉有来有去的时，就约见面啊。啊，你迄个时你敢有约？有啊，敢会无约咧？嘿，你有约？吼，无约哪有这么快转？啊！哎呀，所以你是讲，哎呀，原来你也算是那个年代的网络交友啊！对，我来帮大家理解。所以黄爸，你今麦会当生出快转的原因，就是你做兵三当迄个时阵，你写批写笔友。无啦，迄是笑亏，迄是笑亏啦，迄是吓我一跳，因为真正是有约啦，有当时啊写久啊，大家想讲约见面啦，啊看过那欢喜就继续交，啊无欢喜就是食一饭，或者是迄落啊叫一个困。有的人是安尼啦，看到啊，较会生做安尼，我哋就走啊。原来以前也有这个问题啊，那我放心了。以前的问题到现在还是存在，那是老问题啦，老问题。所以黄爸你已经跟我约掉，有约掉啊。嘿，他跟我兵变哦，是也无啦。安尼无输。因为我捌看到兵变的啦，兵变是真正家庭处理呢。啊，刚我转来。有去用炸转来，好佳在还未开枪啊！连长有咧个按起来，有锁起来啦。若无锁起来，是迄军法你炸枪出去。但你看，你讲炸枪出去是炸枪出去兵营，就带出去兵营外面哦，把枪带出去。对啊，会。你是炸大机还是小机？阮较早64诶，看大机诶，大机。你说啊，带去要甲迄个女朋友变而且。对啊。唔甘愿啊！情敌啊，一定的啊！哇，想不开啊，想袂开啊，是真正有炸出来啊！炸到拄啊，到书包门口向炸落来啊！到大门口，还好没出去，还好没出去就军法啦。因为阮迄时阵真正是有人互判军法的。是因为什么代志啊？逃兵啊，伤紧个。啊，即嘛放假出来无爱回来。哦，对。啊，无爱回来时，伊即嘛判军法判7年。7年关完了，继续做，继续做，对，3年继续做。因为我当兵的时候，因为我是政战嘛，我就有遇到就是被判了3年的，然后回来继续当。因为他已经逃很多次了，他逃了好多次，然后最后回来还在当1年半，还没当完，这样子，然后就继续当。然后在那个时候，我的炮委辅导长跟我讲过以前一个故事，他带过一个兵是爸爸逃兵，逃到儿子当兵的，爸爸还在跟他里面一起当兵。然后部队特别把他爸爸跟他儿子放在同个部队里面，叫他儿子好好安慰他爸爸说不要再逃兵了。已经这是真的在我们那个岛上发生过的故事。那我想问，阿仔师，你那时候当兵的时候有女朋友吗？有啊，我抽签外岛抽完2个礼拜，马上跑掉。我就当1年，但我抽到外岛的时候马上对良照。那我运气超好，因为我那时候可以体验到写信。或者是收信是一件多美好的事情哦！前面还是有写啦，还是有写到收到信的时候，真的很开心。就是那时候在新训中心，在那个你们说新训中心叫啥？中心，在中心，然后大家住在那个中山市。他说几号你的信，然后每个人都拿到，然后我拿到的是我老婆那时候写给我的，说哇谢 bro， 他写信呢 ，hell yeah！ 我现在还有留着，我觉得哇。哦，那个时候就是你太太了。我从大学交往到现在啊。哇哦！我奉劝在听我们这个频道的朋友啊，如果现在你是女生，你的男朋友刚好在当兵，我跟你讲，写信，而且等着他退伍。我跟你讲，乖的跟什么一样，那个是有经过革命情感的。真的，就是我那时候写信给我，因为公司的同事他们说，现在当兵是可以带智慧型手机，只是要下载软体哦，要被监控，对，要被监控，对。但是我那个时候是没有，然后在中心的时候也不能带手机，只能打公共电话，公共电话大家都在排队，对，哇，收到信只有爽，看旁边人羡慕的眼神，我就想啊。
我那时候前面的时候还是有学弟啊，还是会有学弟写信给你。女朋友那一开始还是有女朋友会写信。哦，我想说学弟写给你那不行哦。没有，那个正常，就关心你，就是以前人家老大哥嘛。哦，那就好。然后你知道打开那个信，我不知道黄爸那时候会不会打开之后大家会闻。对，这是外面的空气。有没有比较香？然后有些人的那个女朋友的信啊，他来会喷香水在里面。没有的会拖寄照片。你的照片是有穿衣服的还是没穿衣服的照片？袂使啊，迄若有穿无穿，去到中心就直接给摕掉啊。中心会先收起来，一定摕掉啊。对，当然你中间会先检查，长官会先看。你要到部队的身靠你，像恁咧讲的，看到批在中心看到批，两样情，一项是足欢喜，一项就开始好。分手信，我那时候真的是第一次感觉到，就是纸笔的感觉，纸笔是有温度的。有，我觉得那个时候当兵的时候，那个写信真的气氛不太一样。没错。然后，但是我们不能寄回去嘛。然后你们会交换？可以啦。一个就是一个寄一张。我那时候没有啦，因为我不想写。刚刚跟老婆讲说，我那个时候没有，我们部队不让我写。我那时候部队不给我们写信，他不给我们纸笔他只给我枪跟手榴弹。枪跟手榴弹。超认真兄弟茶今年全新上市喽！今年一样有茶包、4两茶，还有高级的福寿山梨山茶。你可以带到世界各地和你的好朋友分享，也可以教教外国人泡茶的礼仪。喝茶即兄弟，是兄弟才一起喝茶。黄爸，你在当兵里面遇过最危险的事情是什么？最危险哦，还是刚刚那个够危险的吧？没有，你要再讲一个比较不危险的，不然我怕刚刚那个剪不进去，不好用。没有，应该黄爸那个年代应该已经过了追溯期了，那就好。比较危险是迄落啦，像演习有无？较早是拢迄个水鸭，你捌听过无？水鸭，我知道水鸭。LVT 水鸭，我翻译成中文要讲什么啊？水鸭要讲抢滩车啊，那个抢滩那个船。抢的没有，那个人工是铁棺材啦，它是抢滩在用的 LVT。好了，观众如果你知道，就告诉我们一下。阮迄时咧演习的时阵吼，圣三军作战的时，安海的船落去，佮起来的时阵，迄台因恁若发无起来，人就爱死伫内底，都沉落去啊！沉落去在海中，你即马军舰落去，你若落去1、2、3发无起来，发3摆无起来，准备就拜拜伫内底。真系海流汗嘞！真正是安尼。所以你迄阵你踮内底嘛？无，我坐开喙的。本迄摆迄就是伊落去的时阵吼，迄裁判有咧演习的时阵，裁判官拢陆军的，拢陆军的。你敢知影出来的时阵讲，嚯！我毋捌看恁真正所有的兵将，恁海流真正才标着，才用着。用到安尼。嘿，伊讲后迄出来呢，逐个硬枪啊，一个枪在岸顶啊。伊无开啊！我问迄个阮共体伊讲，哇，恁真正才标哦，临死囡仔困中昼。是安怎？迄台水鸭都发3摆，才发起来，第1摆发无起来，第2摆无起来，第3摆遐惊死。对啊，是整个挂是看起来，它是盖着，嘿，咱即马就是咱的军舰有无？在外海，要抢滩。对。抢滩，咱是毋惊敌人去发现着咱？哎，即马落去的时是默默的。就像咱两车要摸到共款，要摸上滩。对，哎，即摆伊来到吼，那点那迄落时，伊就爱开喙，还要静悄悄的。嘿，开了，人较有法度冲来抢滩，伊若发3摆无起来，我会着存迄个土旗，徛伫顶迄排长，迄个有法度跳出来游出去，搁一个就切网的，这2个网尔，其他拢死。为着要演习，一只落，一只翘，因为风太天。一定毋知落几只啊！演习视同作战，还是美国因有派一寡人来咱遮，就是美国人他看，你还做一个办事。因的指挥官叫蒋中正，莫搁落去啊！迄摆真正是死足侪啦！你两个查去迄个咱的迄个作战记录啊。Google 嘛，讲不到水电历史之外，当兵历史也可以从黄爸身上听到的。不是，这重点是他是一个有历史的人啊！我跟你讲，我有一个凶的，我跟你讲，这拍到第3集了。我把这个故事压到现在，我就是怕到时候有一个老的兄弟害人，出来没办法跟他对等作战。是，来你说说。人家说老兵8字亲啊，我那时候我们当兵当到剩下2个月吧，我们那个下完基地了，下完基地就是大家想说，我就开心放假，出去放假。那个时候我们那个放假，我那时候当兵的时候，我们已经移防了，所以移防到澎湖的
岛上。哦，你是在澎湖？我原本在澎湖的外岛，澎湖的外岛的外岛，超级小岛啦，小岛啦，小岛，一线作战单位。哦，小岛，OK，小岛，小岛 ，OK， 小岛冲一档，小岛，然后移防回来之后到本岛揍他，到本岛。然后那时候大家想说放假嘛，就是出去。那澎湖有很多这个观光胜地，其中有一个地方叫魁壁山。魁壁山，我不听魁壁山，魁壁山，魁壁山就是你如果现在 Google 找的话，叫摩西分海。有啊，我去过。有去胜过？有。伫民国70几年时阵嘛。我是后边还接头的。现在如果这几年去的魁壁山哈，其实那个都是已经被修饰过的。它那个地方哈有名，就是在退潮的时候，它会像摩西分海，分出一道长廊，然后你就可以走到中间有一条路，是不是？对，你可以走出那个路走过去。其实现在大家看到那个都被堆高，就被人工在加高过。然后以前我们那个时候当兵的时候，其实还没有，可能有稍微维修过，但是它的水深是很深的。然后那个时候啊，等一下，这个时候还是在当兵，还在当兵，然后只是休假去玩。休假，我们大家放假同梯的一起去玩，校人登用。好，各位朋友，这是他玩乐差点死亡的故事，跟当兵没有关系哦，请继续说。我理解了一下，继续，你继续。当兵放假的时候。视同在役，你只要跟同梯一起，就是视同持续在服役当中。OK， 然后我们去的时候，我们那个以前那个士官就跟我们说，上个礼拜那个就是有人退潮的时候走过去，然后涨潮的时候涨潮很快嘛，要走回来，结果他们这边玩啊，就是就在那边等人啊，然后没有回来，然后说9个人那个战车营的全部在中间被冲走，整瓜好。不干我的事，对战车营嘛，别的营嘛的。我们听完这故事之后，干好，那我们就不要过去好，去陪他们是不是？我们听完这故事讲说，看老兵八字星，那我们不要在这边玩。我们去跳岛玩，我们就跑去旁边的那个吉贝岛啊，什么南岛什么吉屿这样。然后跑到吉贝岛的时候，就是我里面有一个跟我睡我隔壁的啊，那叫沈俊宏。我为了怕人家觉得我唬烂，我把这个人名呛出来，我疯掉。没有人会不相信你，观众也会相信你。你可是超人的少年。然后因为他从小是务农的嘛，农夫，然后所以他没有在玩水。但那时候我们就一群人，大家就是等用的时候，我们来比嘛自由式，谁可以游到对岸，然后游回来，就是都会这样玩嘛。然后我们就几个游泳的玩，然后我就跟那个旁边的那个小红，我就跟他说：“阿红啊，沈俊宏嘛，你就不要跑太远，你在外面岸边玩沙就好了，你不要那个，因为那个海边的那个浪跟游泳池不一样。沈俊宏不按水性，对不对？沈俊宏完全不按水性。OK， 理解。但是这个时候就给小孩子就是这样子，你明明不按水性，你还是跑去沙滩玩沙嘛。但是你知道那个涨潮跟退潮真的很快，有的时候才第2个浪来的时候，妈到腰间了。然后那时候我那有，然后我已经游上岸了，因为在那边休息。然后我就看这沈俊宏怎么妈在腰间他一直在那边跳嘞。然后他就一直跳，跳，然后他就开始那个水线就离他身上越来越离头越来越近，离头越来越近了。我说干不对哦，然后我就赶快冲过去，然后我就要跳下去捞他，因为我算是自己对游泳很有自信，冲进去救他。结果冲进去救他的时候，旁边的同梯的部队们大概8、9个弟兄看到这个情况，他觉得我们在玩。他说：“当时连上还有几个人命，我就不讲出来了，我都还记得你们那几个人。没关系，我们就讲沈俊宏就好。全部他以为我在跟他玩水，全部的人冲上来压我们的头，干，然后因为沈俊宏已经沉下去了嘛，我要跳到先踩到岸线，然后用踢的把他头先顶上去。好，大家看到我把沈俊宏的头顶上来的时候，对吧？旁边人就把人压下来，然后我就开始吃到水了，换你吃。我就说他溺水，他那感觉像这样子。然后我是旁边，我是沈俊宏之外的其他人，大家耶，然后结果我才发现不对，我再这样下去，我跟沈俊宏2个都会死掉。我就先放弃沈俊宏，另外一个我就先拉着另外一个人的脸往他呼一拳，我就呼一拳，他说他溺水了，然后我下去了，然后旁边还有一个体育生叫姚辉啊，以前是棒球的选手，干那个丢手榴弹干嘛丢到90公尺那种，
很猛，就是那种丢手榴弹都以前投手那种外野手，是手榴弹那么重，他丢一个90迈，肩膀坏掉呢。没有，这个以后还有故事讲。他照讲，然后这个他就发现不太对，体育生总算就比较耐水性的人，他就发现不太对，就叫大家不要玩，他就开始把大家推开，然后我们就掐着陈俊宏，然后一波一波，然后回来岸上虚脱。我基本上我是在一口我就会白去，再见了，就白去那种。然后回来之后看，然后因为他已经神用，其实已经腻到已经有点，虽然没有到急救，吃水吃的有点饱，急救的程度了。然后差一点，然后之后你知道我在那几个晚上哦，我回部队睡觉的时候，我会做噩梦。你是不是梦到那些刚刚你说那个战车连的那些人？然后我再跟大家讲哦，我们那天回去的时候，我们就回去跟 PO 因为也不太敢太张扬这件故事，因为怕，其实不能去玩水的。然后我就不太敢讲这件事。然后我们就晚上不知道为什么把它翻开那个农民历啊。7月1号那天刚好鬼门开。哦，shit，我靠，好恐怖哦！干这个背凉啊！然后之后沈俊宏退伍之后就来我这边工作，为了还我这个人情。所以沈俊真的有这个人，真的有这个人，真的有这个人，他也真的溺水。他结婚我还有去。好，那我信了。这是一个真的故事，这是一个真的。沈俊宏，下次别再玩水喽。他是谁呀？而且没有，他现在也是做工程啊，做消防的工程。好，那过得还不错。你算是他的救命恩人。我要把这个故事讲一辈子，等到我以后人手不够的时候，陈俊宏，你可以给我，你做兵而起尊哦。他最后生气，你消费我也消费过，你上次美丽跟水莲爸爸的那一集，你把这个故事讲出去了。没有，沈俊宏是他的化名啊。原来沈俊，这可以是化名。如果你刚好身边有一个人做沈俊宏，刚好在做消防的，那就刚好了，那就只是刚好了。叫你卖生水，继续生水。但是每次其实到要退伍的时候，其实真的很容易出事情，因为我们在快退伍的时候，刚好就下基地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也是推炮啊，然后就有人跌到那个炮坑里面啊，驻足的那个坑。对，然后坑到整个脚，以为妈脚摔断了，然后这边嗨啊，然后你在下基地的时候，你不能叫救护车嘛。对，因为就代表你这个训练不扎实嘛，安全措施没做好嘛。所以，但最后我们连长发现干不对，因为我们连长真的好人，连长说不行，就是我宁愿被惩处，我也不能让兵就真的出意外啊。连长就真的扣了救护车进来，营区把那个人载走，担架带走，就赶快去照 X 光，赶快照各种检查。检查完之后，那个人完全没事。那人你叫沈俊宏吗？那人是沈俊宏，那个人不是沈俊宏，不是沈俊宏啊，那个不是沈俊宏，不是沈俊宏，那个人不是沈俊宏，不是啊，我差点要骂了，好险他不是沈俊宏，我操！所以你是在基地退伍的？我那时候算是下完基地了，下完基地回来才退伍。下完基地，但是因为我在下基地的时候，我真的是表现之优秀到。那个时候，最后我的部队就像是我的那个民宿一样，就每天没有排我夜哨，每天让我回去休息睡觉，隔天再去各个海滩去玩。老妈，你有算过你们当兵，你们最后放假放了几天假吗？正常来讲，你们那个年代也是见红就放吗？还是拜六无通休啦，一个月就4天。都拜六的，礼拜四因为拜六那时候该上课。各位朋友，我们以前礼拜六是有上半天课的哦。我小的时候，我这边的农历假是18东东，前一天18，前一天晚，前一天拜六营暗暝下晡时6点，还有这农历假。你这送的呢？你嘛袂歹啊，让加困一下。无啊，我变到台中了，车就袂赴啊。对啦，你迄个时阵无高铁嘛？你迄个时阵是爱火车，坐火车，坐暗车回的。2-3点到厝，困一醒啊，10点外快就回来。像你那个时候有学长学弟制吗？一点无为啊。他不是都学长都给人斩没有，我的问题是黄爸当了学长之后，你也给学弟刁难不？没啦，学长的时阵，因为我在小单位啊。你修单位，修单位感觉顶天很快，对，因为他那个可能电报嘛，发电报那个可能一个里面没有几个人，4个人，4个人了，但是逐工嘛是爱登咧营区报道，演习的时赶快拢爱出来支援，就剩一2个。安尼你算是嘛是好运，大干妈嘛是有兴啊，嘛是修大会。所以你们当到后来有被当成新兵虐待吗？没有，我跟你讲。我最强的就是我在第2集的时候，我曾经分享过这个故事。就那时候我连长把我放假放得太久了，放回去之后，我的内务柜、我的皮鞋什么都被丢掉了，大家以为我退伍了。然后那时候就要移防，因为我们要下基地了。就移防下基地的时候，因为
那个连上缺一些士官嘛，缺什么，然后连长就跟我说，那个你明天开始你就是变班长了，你要去连上自训，就是要我去一个中心去受训。而且我去中心受训的时候，因为我的那个布鞋什么都被丢掉了，然后买新的，还得我买新的。然后因为我没有鞋子，没有我的尺寸啊，对。然后我在受训的时候，我就穿这个宝蓝色的慢跑鞋。最老超老只要穿营区不是公发的鞋子，不是白布鞋，你就是真正的士官真正马子，你好强哦。然后训练之后，你知道那个衣服就是新的，然后布鞋是宝蓝色的布鞋，头发还很长，胡子有刮掉了，然后之后我在那个长官好对，我在训练中心的时候，每一个人看到我说长官好，然后因为我为了不让他很尴尬嘛，我说好。就走过去的时候，每个人都跟他说：“转好。”然后说：“好。”然后之后，我就发现有几个是那种上尉，3条杠的，跟我一个2兵跟1兵啊，转好，好，然后就跟他敬礼。然后之后，因为我的训练的单位，因为那时候我要马上被训练变成射击士，我要变成射击士官，因为到时候我们要下那个像你们炮兵，我们要下说往哪里打什么东西，对，188发射了，要喊，我要帮你们下，你们要怎么打嘛，对不对？对，所以我要做很多的数学跟什么的战术的训练，对，还要看角度什么有的没的，对，那时候我要快速手续，然后所以我就被分配在一个这个小寝室里面啊，小寝室的旁边呢，就是有很多各个不一样的军官一样来受训的军官在里面。然后那时候因为晚上要受训很累嘛，我们就流了汗要洗衣服嘛。好，那时候我也想说，我也老了，就是看到有洗衣机，有洗衣机为什么不用呢？我就用了洗衣机，然后呢，我用了第一天没事嘛。我想说，难道说来受训的人都可以用洗衣机吗？那就没问题咯。然后我就看到怎么有人在洗衣机啊？剩2分钟，不然我把他衣服拿出来好了。我就把他衣服拿出来，然后丢在上面，然后我就把我的衣服丢进去洗了。然后之后第2天集合的时候，营长啊，刚刚是营长的，你猜对了。他就说，这个有一个人非常生气的这样冲出来讲说：“你什么东西啊？把我的衣服丢在外面了！你病了！你忘了？”他知道是你，他知道，对啊，就这样喊。他说：“叫什么名字？初恋。”然后我这个时候我要称赞我的连长，我跟你讲，我连长在我军旅生涯骂过我最凶的一次，就在那一次，他才冲出来把我搞翻天。但是他在搞我的时候在笑。我不知道大家听不听得懂这个。你是跟你连长一起去受训，连长也在里面。然后因为其实连长对我很好，然后因为你如果这个时候你的长官不出来惩处你的时候，那你会被营长修理的时候，你就被很惨嘛。但连长可能看那个长官不太爽，就是他觉得我干得好，所以连长就出来骂我。但是他骂我的时候，他就马上跟人家讲说，我回去一定马上把他禁下惩处，直接送什么那个，然后回去什么都没有。然后在我从那天开始，我被所有的长官识破，我不是长官。天才，你天才。然后从第2天开始就说，为什么那个人给我穿蓝色布鞋？你也初恋，直接被针对。但还好，因为之后下基地的时候，我的那个分数极高，所以就 OK。我有点忘记了，真正的我们好像考5科还是考8科吧，我忘记了。但是我全部考满分，哇，超屌！而且我不止考满分，我不知道讲会不会有什么。这个故事是我听朋友说的，不是我自己发生的故事哦。好，没关系，你的故事就到这边，换我的。你说你考满分，然后对，然后美丽这个人呢，他就把他考出来的答案跟题目呢，全部都把它抄出来，然后给长官们。结果说，全部的长官考了史上最高的分数。可是那是人家出的题目，就是好像有一个出题的地方出的题目。测验中心，我没有讲我给哪个长官哦，我说不定只给我的班长嘛，对不对？对，我给班长，我给我学长嘛。学长我就我也不知道考的到底没有。我觉得那个叫做什么？考完之后大家互相检讨，互相分享出来说，我刚刚我觉得他那个角度应该是多少，要用第几号装药，然后去射这样之类的。然后最后我听我朋友讲啊。他说啊，那个还特使那个连上被表扬啊，真的很赞呢。没有遇过这么高分的一个连，如此精实的训练到底是怎么训练出来的？果然厉害。所以我是属于一种光荣退伍的概念。但我就不一样，因为我一直都剃很光。
因为我没有头发嘛，我就一直就是我秃头嘛，所以我当兵的时候也就秃了，然后我就一直剃很光。然后但是其实你现在的这个头发在部队是不行，不能，对，不行，它不能那么光，是不行的。对，但是我每次都是剃这么光进去。哦，各位，如果你们再来未来可能会有1年兵的朋友，如果你们要去当兵前，记得剃一个全光。为什么？因为你进去法婆还是会再推你的头发一次啊，他无论如何都要收这个钱啊。光头也是推假的嘛，国王的头发他会推不到东西，你身上就不会痒痒了。因为那个头发的渣渣会让你痒痒。对啊，对，好，我就说我下部队到最后升上一兵的时候，我就光头，然后另一个同梯的，他妈妈也很热情，对，把他的那个鞋子白豹布鞋，就是运动鞋，把它刷最亮。我们两个已经最老，我们那个时候剩破百了，我们那时候剩2个月就要退伍了啊，破百，所以听起来是嚣张了，2个半月，对，剩两个半月，然后我们就大家打扫的时候，我们就蹲在旁边，然后就有一个士官说：“你们2个在干什么？怎么办？”另一个同梯讲话超领带，因为以前大家叫我拉，他说：“拉怎么办？我们要被骂了。”我就说：“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他说：“怎么？好，我好害怕。”他讲话一直这么靠北。我说：“你是真的害怕吗？”他说：“真的很害怕。我怎么办？”他是越南人吧？他不是越南人，不是他讲话真的是，因为他安跟安会分不清楚啊，所以他讲话是这个样子。嘿，然后我就说啊，你鞋子为什么要刷这么白？他说我也不知道，我妈妈刷的。然后我们要被骂，然后那个长官就会狂喷，他一直骂我，就说你们2个新兵在那边干什么？因为我戴口罩，我那时候有留胡子。我戴口罩，我就说感冒，我就把胡子遮住。我说长官不好意思，我们2个会到时候会知道怎么做。他说你们是新来的是不是？然后我就说你怎么判断？他说头发剃那么平，然后他鞋子那么白。我就说长官你不能以貌取人哦。他就说所以你们怎么样破百了？然后后来因为那个骂我们是别的连的长官，他就被别的连的长，因为我们跟其他连都很好，因为我弄政战嘛，所以其他政战兵关系都不错，对我们关系都不错。然后那个人就直接被电完之后，有一次他在看到我们那个超领带就说，你就直接呛那个人说怎样，你还敢骂我？他讲的没有，我跟你讲，当兵很有趣，就是真的各种形形色色的人都有。但我觉得那个是因为我觉得当兵很棒的一件事情，就是他会把各种形形色色的人打散。对，然后不管是贵公子还是小流氓还是什么，全部都放在一起，然后你就会看到很多各种很特别的人的生活跟很多的对。而且我当兵的时候一直觉得我们一群朋友里面，我其实不算聪明的人，但我去当兵发现。比我笨的人更多，对，都有自信的起来，有自信的起来。对啊，就想说哇，遇到这个超龄带的我好喜欢好了，那我们对啊，我跟你讲，档期有限，时间有限，我觉得我们最后来分享一下是退伍的时候，退的那一天。退伍的那一天，我觉得因为今年难得黄爸来，是个台湾国军活历史。我觉得因为每个人讲的，我当年退伍的时候啊，我就特别去买了什么鸡排请大家，然后怎样，然后什么4个月的退伍没感觉嘛。上次健保说的，对，我们1年的，请问美丽，你1年退伍的时候，退伍的当天，你干了什么事？我退伍的当天，因为我是政战嘛，对，然后我就把我要交接的小簿子，你说 A 片吗？不是，政战有一些业务要交接，我就把交接的小簿子对藏起来，我操，然后画一个藏宝图，给下一个人说照着他去找，你会发现 One Piece。他很痛苦，因为真的重要的资料都在那一本里面。那你退伍了之后，有没有学弟打电话给你，然后问他说：“学长，我问你哦，那个什么什么资料怎么做？”那你回答什么？我就说：“什么东西？你是谁？”我就说：“哦，那个我知道，我知道。我跟你讲，然后我就挂掉了。”我跟你讲，当兵超干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很多征战业务啊、文书啊，因为交接都很不确实。你真的退伍了之后，那个有些学长超坏，你就想说：“啊，你不然打电话回去问你学长啊。”然后打电话回去的时候，他就说：“不好意思啊，我退伍了，拜拜。”然后就挂掉。他说：“超贱。”他讲了几次，因为一开始我就说：“啊，你是谁？”然后最后确定不是之后，我说：“哦，你是你哦。我跟你讲，那个东西哈，它是怎么样？等一下，我想一下，我跟你讲，然后挂掉。”你安尼较无感情，做3年感情，跟阮做1年感情，当然嘛是无同款。要退伍进前吼，安军啊，就剩15天才安军啊，新兵就是应该去求。为什么？
身边甲拖下去弄树啊，阿鲁巴艺术，啊也袂错咧，弄完了后，迄咱边也是弄水窟啊，饲咧食水。哇！你们的水鸭子没做到，让你在其他地方做当水鸭呀，水鸭吃水哦，吃看麦啊！等咧水窟啊，毋是讲一摆嘛，一体等下换白体来。哇！迄个水是咧洗菜消防水哦，消防水哦，一般都是消防水，咱连上头一个水。安尼就好，我想讲是大家要啉的还是要用的，安尼就袂使啊，有一个足好的物件就是讲，阮要退伍进前吼，每一班拢会去拍一个手指送阮。拍一个手指哦，手指金啊！哦，真的哦，真的，阮金啊手指，嘿，阮会像较早，阮的老兵若要退伍，啊，阮这班的，阮就家己去集资，买一架手指送。啊，有诶若别班的有可能去做一寡纪念品。哦，我知有啥物刀啊，是啥物迄个。我有一个问题吼，若是恁去退啊，有足侪人要退伍诶，啊，集资毋是都还集足侪？啊，有啊，嘛是捌安尼啊。所以你退伍时阵，他们也有送你一个金戒指。有啊，金戒指有。啊，你还留着吗？有留着，无摕来。我以为摕去断掉啊。马上换现金。等去大家妈的时阵吼，我拍一个金牌，摕金牌哇！大家妈，多谢你的报复意哦。啊，无做一个纪念的物件，就是类似一个。咱的迄个类似奖状迄款的，哎呀，写永远忠诚啊，无写一个终身陆战队啊。那黄爸，我问你哦，你还记得你退伍的那天在想什么？迄天哦，迄天咧想某啊。哦，你迄时一定这个时候才呈现出求生意志。没错。黄爸求生意志。阮退伍迄天就。算即摆是阮某较早算女朋友，大家讲啊，退伍就喊我转来大家佚佗，带阮太太转来大家佚佗。所以迄时阵你就是笔友啊？迄年交足久啊！迄年交足久。因为我是小单位吼有一个好处啦，阮含有线的电话，阮卡。你这样都不怕被长官窃听哦？长官窃听不到啦，窃听也，阮常常互骂尔。哦，常常互迄共款同事无，因为有线伊就用外线电话互阮卡。外线是你们说的明线，跟你们有分明线跟军线是吗？外线，但是用军的打外线，我们是要缴费，看卡几分钟也省。啊，即摆就卡讲电话边啊，人拢知。男人啊！哦，咱含起来讲电话讲足久嘛。对。啊，讲啊，常有线讲，这电话啦，所长要用电话啊，你甲讲来就讲记过啊啦。长官嘛有女朋友爱解决，这大家都有女朋友。迄个长官有公务爱处理啊。黄爸，你迄时应该无大兵日记吧？你应该爱写每一礼拜爱写迄个。拢爱写。哦，你嘛是爱写。啊，你迄时叫做嘛是叫大兵日记，还是叫啥？举光日，阮有写。举光作业簿嘛。举光作业簿拢爱写。啊，所以我就刚拄啊，我讲举光作业簿就是阿兵哥拢爱写嘛。啊，我那个时候当政战兵的时候改，大部分咧改拢是我，因为。练的、副练、加破的、加老的，这四个主官，因拢在无因其他的代志，所以都是我。我弄完之后给他们看，然后他们才盖章。看来在水莲爸面前能够说嘴的就是这件事，就只有这件事而已，就有这件事。对，而且有些人就说什么很想自杀，你就回什么？你知道我回什么吗？我说加油。撑下去，加油，撑下去。对，还好，加油，撑下去。还好，你没有再写更下去。但我跟你讲，我在当兵退伍拿到退伍令的那一天呢，你知道你刚刚讲那个举光部嘛，大兵日记。对，你知道我在退伍的那天，因为我的那天的飞机，我是飞机还是船班的，忘记了，因为要回台湾嘛。是，我的飞机是晚上，一早8点，连长就说啊，没关系啊，你就走吧。我就离开了，你可以提早先离开，就离开了，对，离开了。然后离开了之后，我想说啊，在澎湖晃一晃，好像也都玩过了。整个半夜有什么澎湖好晃的？听起来不单纯。你继续说啊，很好听。没有，最后是要搭飞机前，还是坐回台湾前？我跑到了澎湖的中正路上有个麦当劳，打开大兵日记，我写下大兵日记的最后一页，我写得很认真哦。神经病。听完之后，我就3个字：神经病。没有，你知道，那个是一个，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个时候是突然有一个情绪，因为我不知道男生可能当完兵之后，你都觉得我要出社会了，我要出去社会工作了，我要怎样？他很像是我们从一个小屁孩，从
学生然后去变当兵，由民转兵，然后变兵都当完了结束嘛。而且我又是原本不用当，最后扁平足自己还是把它当完的那个。对。然后想说回到台湾之后，我就要出社会干一番认认真真的大事业这样子。当时是这么想的啦，结果什么也没干起来。然后我就真的很认真写了3-4页吧的大兵日记。有机会我把它拿出来念。不是一定很尴尬我已经忘记，我就知道这种尴尬，我就想说，当时20几岁的你到底在想什么？还对自己的未来充满幻想跟梦想吗？我还以为你很留恋的，你一定来看到，签下去，我还真的差点要签。但是因为那时候连长他说他2年就会轮调，他说他怕换了连长之后风云变色。对，所以其实我坦白讲，我那时候是真的有觉得，其实当兵过得还不错。那是你遇到的主官很赞。对，那个时候我遇到的长官好，我在里面又过得是流俩，所以你也会觉得说喝亏。爽缺，然后在里面就是你看国家养嘛，3餐都吃部队的，又可以存到钱，然后还算是悠哉，基地也下过，也就说是那样，然后也 OK 啦。因为我当兵那时候退伍的时候，因为我那个时候是大学也有修军训，我是为了想要考狱官，看可不可以领比较多钱。考狱官是领比较多，就义务役军官嘛，但是成绩太低了，没有办法，所以还是当兵。但是我就又多折抵了几天。有些同梯的是高中没毕业就来当兵，对，他看到我们提早1个月走的都会很堵拦，因为他们要在基地退，我就是在部队里面退伍，他们准备要闪过了，对，我闪过了，最后所有人要走之前，都会跟那些同梯的说，朋友，把我们的份用力的做下去，你一定可以退伍的。那你好可惜我觉得没有玩到基地，就有点像是没有玩到迪士尼的主题周。对，就是我也会觉得说有点小可惜，但是我也觉得不可惜的原因是，好爽，特别爽。免烦恼，你今年几岁？我今年36岁。会使啊，国家有需要，我签落36岁买。无啦，阮某甲阮囝嘛需要我啦。40岁进前迄个士官拢会当国家拢会使有需要。我收大箍啦，我扁平足嘞。喂啊，黄爸，我问一下，就是若是你回想你早落基地的时阵，下基地的时阵，迄个艰苦的程度，甲即马回想你一个你做现场做水电的案上艰苦的程度。2种都是种较艰苦，较硬到。要安怎讲？各有千秋啦。用台语讲。你若像咧训练的时，我出来做水电，我感觉讲好佳在有烧香保庇，真正做得海陆啊。伊在操的时阵，基本上就感觉还好。你有操过头了后，你就袂感觉讲后边艰苦对啦，痛苦是比较出来的。黄爸那个年代做水电的，其实那个师徒那个时候都还很重耳塞意思是，那个时候是真的不输当兵的学长学弟。你若无欢喜，骗一个放弃啊。师傅咧讲的是3代、4代、5代，一直甲你请。安尼叫3代、4代、5代，对，总请啊。所以黄爸是干那师傅师啊呢，个做水电就个有拖水的，帮无的白梯啊，拢共款，5代总请。所以我捌讲过做水电有够衰啦。电力出来后，即摆做水电较早祖先拢坐袂掉啊，定有请出来办。祖先坐袂掉，坐袂掉受不了。所以黄爸也算是经过陆战队3年的洗礼了，才能够水电做的这样如鱼得水。是我们不会当兵。3只手指握田螺，3只手指握田螺什么意思？十拿9稳。好，总而言之，感谢今天大家的收听。这一集是《超认真少年》，男人都可以聊当兵第3集系列。你如果喜欢我们这系列的话，记得帮我们按赞分享一下。那你如果还喜欢我们请谁来聊当兵的故事，那请欢迎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们，或者是你当兵有什么奇怪的故事你都可以在下面来跟我们分享。那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也记得订阅美丽本人跟水电爸爸的频道。感谢2位今天的参与，谢谢，谢，拜拜，再见，谢谢美丽，谢谢。你刚没听到，在关的时候，你没听到黄爸讲说他们上那个舰的时候怎么上去的？他不是说爬绳子吗？你有听到？不是，我一直坐在这边呢。我一直是有在现场。我们真的是爬那个缆绳啊！缆绳如果爬不上去，掉到水里这样子，那个是你的事啊。那就是有人要跳下去抓你起来啊！我觉得应该是我们要想办法，要么是同梯的抓你起来。
要不然就是交替的把你抓下去。你一般你在爬那个海浪真的很大啊，你就是要慢慢上去，会翻。它是那种爬的绳索，还是一只这样爬的？不是，就网绳。网绳，所以还是很晃啊，虽然有的很晃啊，就它下面没有办法抓，但是下面的还有2-3个边会稍微帮你抓，但是上下高度很大。所以就是要这样慢慢爬，就是晃来晃过去这样。所以你知道，听完网友这边讲说什么，他们老一辈啊，什么我们40几年、50几年是当兵的时候，哪有像你们现在这样子？我们今天听完之后，对，的确，对，他们是对，长官，你们才是长官。